小伙伴们，今天是一期开箱视频，剧透一下，这箱子里面的东西异常强大，有了它们，你的游戏体验将突飞猛进。不卖关子了，我收到了 ROG 的 Z690 媒体套装，据说里面是一整套12代酷类的旗舰级硬件搭档。现在让我们愉快的打开它吧。拆开外层包装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大的红色 ROG 标志，这是信仰之眼，让人不由得心跳加速，对于里面的东西更加期待了。瞧这质感和设计，估计这盒子也值不少钱吧。来，打开它。盒子的第一层放了一块 Z690 主板，全称 ROG Maximus Z690 Hero， 属于 ROG 主板系列中的旗舰产品。这边的盖子上还有个东西，里面有一张卡片，凭借12级的英文水平，第一行应该写的是准备好用 ROG 震撼游戏世界，很让人热血沸腾的口号呢。现在我们把主板拿出来，继续探索下一层。主板下面竟然是一组内存条，这是一组来自金士顿的 DDR5 内存，也先放到一边。这下面还有一层，让我们看一下是什么。一套360水冷，型号是 ROG， 不会读，不过我知道这是 ROG 的龙神2代360一体式水冷，非常高端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后期我的 i9-12900K 就全靠它了。取出水冷以后，里面就再无东西了。那么这就是这套媒体套装中的所有产品了。接下来咱们简单了解一下，由于 CPU 还没有到货，更详细的装机及性能测试可关注 Mac 11月4日晚9点的评测视频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块主板，由于接口的不同，所以想要换代12代酷类，一块 ROG Z690 是必不可少的。盒子底部标注有 Windows 11字样，这是因为只有最新的 Win11系统才能完整的发挥出12代酷类的性能，所以想要升级硬件的朋友，你可能也需要升级系统。然后这边支持12代酷类，支持 DDR5 以及 PCIe 5.0。小伙伴们，你感觉这块主板最吸引你的是哪个地方？我想第一眼肯定是这个大屏幕，然后是那个大大的白色 ROG logo。先把主板搬出来，这一层右侧这个应该是一个 M2 扩展卡，不过这尺寸是真不小，拿在手中也很有分量，散热性能肯定不俗，这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，打开看看。打开以后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 M2 插槽都采用了双面散热背板，再加上这厚重的散热装甲，这散热能力很有保障。据官方资料，这块扩展卡可支持安装2个 PCIe 4.0 M2 SSD 或1个 PCIe 5.0 M2 SSD， 非常强悍，也怪不得这么大体积。我们接着看，这里还有一个 U 盘，不用想，肯定是个驱动盘了，包含有主板相关的各种驱动程序。下面一层是一些线材和小配件，比如一个 WiFi 6天线，一个显卡支架，一条 ROG 信仰挂绳。现在我们来好好的欣赏一下这块 Z690。前面也说了，Hero 系列是 ROG 的旗舰产品，所以我手中这块主板的品质也不必多说，满满的高档感。供电方面，它采用怪兽级供电设计，20+1供电模组，超合金电感，以及 ProCool 2代高强度供电接口，充分满足英特多核心 CPU 在高负载和不同操作环境下的用电需求。当然 ROG 的信仰散热系统也一直都是强项，它配备有铝制散热装甲、大直径热管以及高效导热垫。同时，所有的 M2 接口均配有纯铝材质的散热装甲，可更加有效的冷却板载 M2 SSD。拆下散热装甲之后，可以看到它还配备了散热背板。此外，比较有意思的是，固定 SSD 的螺丝换成了一个便捷卡扣，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设计。我已经不止一次在装硬盘的时候为找一个固定螺丝而发愁，但现在 ROG 这一个小设计就解决了这一痛点，让安装固态硬盘变得简单快捷。此外，芯片组这里也配备有一块硕大的散热片，能够轻松将热量带走，以保持最佳的工作温度。对了，这块主板上还有个小功能很值得和大家种草一下。大家都知道拆装显卡，特别是大显卡的时候，是个非常费时又费手指头的活，但是这一次直接被 ROG 的工程师用一个小小的设计给解决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显卡插槽卡扣的右侧 ，ROG 设计一个显卡一拆键，就是这个小按钮，只需一键按下它，就会轻松安全的解锁显卡 PCIe 插槽，是不是非常方便呢？我想装机达人们，你们已经 get 到它的好处了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整体的接口部分。这块主板支持最新的 DDR5 内存，配备了2个 PCIe 5.0 M2 接口，一个 PCIe 4.0 M2 接口，再加上扩展卡的2个接口，它一共可以安装5块 M2 固态硬盘。再看一下背板这边，让我比较心动的是，它居然有2个雷电4接口，这将大大增加用户拓展设备的可能性。此外，还有多达7个 USB 3.2、2个 USB 2.0、一个 2.5G 网口，一组 WiFi 6E 接口，以及镀金音频插口。综合来看，这块主板的性能是非常强悍的，现在就只等 CPU 到货开机测试了。接下来再简单看一下这套龙神2代360一体水冷。先把水冷主体放到一边，这边是3块水冷风扇。这个小盒子是什么？竟然是一个风扇集线器，好东西。通过它，我们可以非常方便的控制各个风扇，同时也方便理线。
如大家所见，这3个风扇并没有 RGB 灯效，甚合我意，因为我一般都会把主力机放在卧室，不太适合光污染。此外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，这3个风扇属于猫头鹰工业级冷排风扇，除了高性能，相比同类产品，它的噪音更低。再看一下水冷头，正面一个大屏幕，尺寸为3.5英寸，应该是可以允许我们自定义上面显示的信息，不知道能否把机器的头像放上去。然后这个屏幕是可以拿下来的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它的嵌入式冷头风扇，可将气流送到主板供电区域，更好的降低供电温度，提升稳定性。这大约是它这块显示屏的电路控制部分，我看不懂。好了，就先介绍这么多吧，等上机测试后再和大家详细说道。最后再简单看一眼这组 DDR5 内存，它们来自金士顿老牌内存厂家，单条 16G 频率5.2，所以我们试想一下 ROG Z690 加 i9-12900K 加 32G DDR5 内存，会在那些3A 大作中拥有怎样强悍的性能提升呢？我非常期待。同样的，它也不带 RGB 灯效，非常适合我的使用场景。算了，直说了吧。每次家里人都是通过门缝内透出来的 RGB 灯光判断出我是否在熬夜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更详细的性能测试，我们11月4日晚9点准时见。话说，你猜 12900K 会比前一代的性能高出多少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